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富贵女人相，一辈子都享福。我们都知道，手相与面相中包含了我们一生中的很多命运信息，我们的运势、吉凶情况等都会体现在手相以及面相中。那么富贵女人手相面相是怎么样的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富贵女人面相特征。一、头圆额平。如果女人会拥有圆头额头平的面相的话，说明了这样的面相特点的女人肯定一生中会富贵的。最好的女人面相标准也就是头型以偏圆润，而避免会出现了明显的棱角或者凹陷的情况。同时在额头的位置上也应该有圆润平整，有光泽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千万不能够在额头的位置上面有出现了内凹，或者是有出现了暗淡无光的情况，因为这样面相特点的女人肯定会在事业发展中有产生一定的阻碍。二、骨细肉滑。如果女人拥有细骨头而且滑嫩的肉的话，说明了这样的面相特点的女人能够拥有富贵的命运。也就是说，女人的骨头需要比较细瘦的，而且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凹凸不平的情况，相对来说整体的身材会比较的匀称的。而肉滑指的就是女人的皮肤比较有弹性，而且并没有什么明显僵硬的部位。对于拥有这样面相特点的女人，肯定一生中会有很好的运势，自然会比较富贵的。发黑唇红。女人如果有黑发以及红唇的面相的话，也会能够拥有富贵的命运。也就是说，女人应该有黑亮泽的头发，而且双唇需要以红润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有甘草那样枯黄，或者嘴唇出现了干裂的情况的话，就属于不好的面相特点。如果女人有发黑唇红的面相的话，说明了这样面相特点的女人在中近年的时候能够得到稳定提升的运势发展，并且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而容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4. 眼大眉秀。如果女人拥有大眼、清秀眉毛的话，说明了这样女人的命运比较富贵的。首先在眉毛的位置上能够看得清楚纹路，而且有光泽的话，但是不会出现了太粗或者太黑的眉毛特点的话，说明了这样面相特点的女人在财运方面能够得到了很好的运势。而如果女人能够拥有炯炯有神的眼睛，而且会有着黑白分明的眼球的话，给人看起来会有精气神，那么代表了这样面相特点的女性能够拥有富贵的命运。5. 舌如莲。这条主要是指女子的舌头应该像荷花瓣一样红润宽厚，这才是上好之相。这种女子往往比较贤惠，且在他人眼中有平易近人的气质，人缘和家庭运势也很好。如果属于主妇类型，则家庭生活愉悦；如属于事业类型，则容易取得成绩。6. 唇如朱砂。这条说的是女子的嘴唇红润饱满，没有残疾的情形，视为佳选。这种女子在性格上比较中性，不易大动肝火，在个人的发展中常有贵人陪伴，如能加以利用，可以在个人的事业、财运方面有不小的进步，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7. 人中生幼直。这是一条中的多子，既指子孙昌盛，又指福气连连，并非单指生子的数量多。所谓人中生幼直，是指人中从鼻头到上唇中间凹陷的区域，以深厚鼻直为佳，即平扁弯曲。这种女子对于子女将来的发展有明显的帮助促进作用，并且还会对丈夫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是相夫教子之相的标准之一。8. 新月眉。新月眉也被叫做是女眉，其特点就是眉毛整齐美丽而修长，眉头和眉尾有曲线，仿佛是一轮新月。拥有这种眉毛的女性朋友会给人一种温柔、亲切、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的感觉。这种女子个性不是特别张扬，但是内心的感情非常的丰富和细腻，深得身边朋友的欣赏。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一生中的贵人缘分很好，在事业奋斗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获得更大的成功。
除此之外，如果新月眉跟鼻权搭配得当的话，则这样的女子个人的运势更是出奇的好，而且还在婚后旺到其丈夫的运势。9. 仰月口。在我们面相学里，仰月口的特征就是嘴角向上，宛若仰月，唇红齿白，上下唇稍薄，则主富贵。拥有这种嘴相特征的女人，冰雪聪明，谦虚好学，虽然谈不上满腹经纶，但也绝对堪称是才华横溢了。她们一生中能依靠自己不俗的才华，求得一定的富贵和地位。这样的女人呢，一旦遇到大展拳脚的机会和舞台，就会牢牢抓住，绝对不会让好端端的机会从自己手上溜走，从而留下终身的遗憾。10. 满月脸。面相学中，生有满月脸的女人被认为是天生福气好的类型，一生绝对不愁吃穿，而且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如此，只是在女人的脸上显得更加突出而已，并且这样的女子还自带旺夫命格的体质，她们婚后可以让自己的丈夫的运势逐步的变好，还能把家里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为丈夫分担一定的压力，真可谓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了。这样的女子旺夫有新家，娶到就是赚到，大家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2. 富贵女人的手相特征。1. 指纹深。人的指纹就如同动物的爪印一样，爪印深刻即代表动物有力气，则指纹深的女性说明她们富有一定的内在和底气，这是一种先天的优越条件，属于吉象。所以指纹深的女性因为自身条件好，贵气逼人，一生少有运势波折。相反，指纹粗陋且浅的女性一般性格软弱，福气浅薄，属于不吉之象。2. 手如干姜。俗话说女子手如干姜，家道必昌。虽然现在大多数女性都喜欢自己的手皮肤白嫩，整体温润细滑，但手如干姜虽然看似缺乏美观，实际上却是大福之象。手如干姜，财帛满箱。拥有此类手相的女性有先进的思想和敏捷的思维，同时她们大都行事果决，有领导能力，遇强则强，并且她们也擅长操持家务，在料理家庭上也能有自己的一番作为。3. 手指长手毛。女为悦己者容，不少女性都不喜欢自己的胳膊或者腿上长满了毛，其实有时候长毛也代表一种福气。首先，手指手背长毛者都是体质健康的特征，代表女性不富即贵。但是手指的汗毛以幼细不多为宜，这样的女性一般有着良好的生活品味，性格温文尔雅。若手毛太粗太黑者，则性情冲动，与他人一起冲突。4. 手指不漏缝。除了大拇指以外，其他4个手指并拢时，若指缝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的话，这就是典型的不漏财的手相。这样手相的人，不论男女都擅长理财，能存得住钱，并且手指不漏缝的人，在生活中的日常开支和花销都是精打细算的，不会盲目追求时尚而乱花钱，因此他们能够在将来给自己积累不小的财富，很容易大富大贵。5. 手掌心凹陷。伸开手，手掌放平，如果掌心比较凹陷，代表着有财运，代表着在经济上的积蓄。这样的人一般天生富有，特别是在固定资产上容易受到长辈的恩惠。6. 手掌比较厚。手掌看起来比较厚的人，在官运和财运上相对来讲运势比较好，从政容易成为管理层，从商容易成为老板，在事业上比较有权利，生活上逐渐变得富有，属于天生富贵的人。7. 手掌颜色红润且形状方正，代表着运势上比较有利，财运上源源不断，不会起起伏伏，所以他们人生富贵，不易有大的挫折。8. 手掌中的钱财纹比较多。手掌中的钱财纹多，则代表着钱财较多，生活上也富有，收入比较高，常常是多渠道收入。钱财纹在无名指和小指下面的位置，如果此部位有着很多细细的斜线，则代表着钱财，线越多代表着财运越好，也代表着生活上比较富贵。9. 手中的线形成元宝形状。手中有好多线，一般有3线主线和其他的1线辅助线，这些线如果构成古代的金元宝形状，
即像上面宽下面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有的人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的形状，这样的人也会很富有。总之，这些元宝中的线代表着生活富贵。如果女人有以上特征，那么就太令人羡慕了。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注定是享福的。讲讲13种心狠手辣女人相，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俗话说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从古至今，不少心肠不好的女人凭借自己姣好的外表或者是某些手段来迷惑异性，最终让对方身败名裂的事情并不少。那么哪些面相的女人最心狠手辣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如果有遇到，一定要避开这种人。1. 鼻梁起结的女性。鼻梁起结指的是鼻梁正中的鼻梁骨突出一块，看上去就像一个骨节一样，整个鼻梁看上去不够平直。如果女人长有这种鼻梁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怪异，脾气非常的大，情绪特别不稳定，让人特别难以捉摸，也开不起玩笑。一旦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就会变得特别的暴躁。跟这种女人相处的话，时刻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她们，所以尽量还是远离为好。2. 颧骨过于突出的女性。颧骨也称为颧骨，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一个人的占有欲、控制欲和个性强弱。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过于高凸的话，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霸道，性格特别的强势，唯我独尊，凡事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内心特别的固执，也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自视甚高，容易看不起人，缺乏合作精神，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内心特别的绝情冷漠，尽量还是不要招惹为好。3. 印堂窄的女性。印堂位于两眉之间，也称为命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事业和生命力。如果一个人的印堂长得较窄，如宽不足1指的话，这种人大多心胸非常的狭隘，个性也比较的多疑，缺乏包容之心，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这种女人的嫉妒心非常的重，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经常喜欢在背后玩弄一些手段来给他人设置障碍，还喜欢在背后挑拨离间，破坏别人之间的关系。一旦涉及到利益，争斗之心非常的重，什么便宜都想占一下，自己却一点亏也吃不得，还是远离为好。4. 3白眼的女性。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性，如果女人长有3白眼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但是看上去却比较的冷漠，好像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但实际上物质欲极重，内心的城府非常的深，善于隐藏自己，很难让人猜出他们真正的想法，做事很有手段，而且心狠手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不择手段，个性外冷内热，非常的好强，而且内心高傲，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遇到事情就喜欢甩锅，给这种女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为上。5. 头发坚硬粗糙。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健康，如果女人的头发长得硬直而粗糙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刚硬，脾气不是很好，做事容易冲动，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考虑事情也不够长远，凡事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且性情懒散，贪图享乐，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只顾自己开心和快活，对待感情比较的花心，而且意志力淡薄，经不起诱惑，婚后也不会甘心在家老老实实的相夫教子，有着很大的野心，为了自己的事业甚至会忽略家庭，属于比较狠辣无情的一类人。6. 头顶尖且额头窄。正所谓头尖额窄无贵相，头型与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如果女人的头顶较尖，额头低窄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的聪明，反应也比较快，但那都是小聪明，缺乏大智慧，做事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规划，
只顾眼前，而且胸大无志，没有什么上进心，容易把自己那点聪明用到歪处，而且生性贪婪，凡事喜欢斤斤计较，特别的爱占便宜，一点亏也吃不得，经常会做出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毫无诚信和道义可言。7. 印堂有纹，颧骨高。印堂既是两眉之间的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之为命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和命运好坏。而且颧骨为权力之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控制欲和占有欲。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处长有很多杂纹的话，这种人心思非常的复杂，喜欢算计。而颧骨高的人一般个性强，野心大，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对于权力非常的热衷，并且为了达到目的，做事可以不择手段，缺乏光明磊落的气度，还喜欢在背后破坏别人的名声，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8. 眉毛短且眉骨凸。眉毛在相学中称之为兄弟宫或者情缘宫，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和人际关系的态度，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较短且眉骨高凸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急躁，做事容易冲动，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内心比较的冷漠，有着很强的争斗之心，而且不讲情面，一旦生气容易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很大的伤害，经常容易干一些坏事，而且很难改变。如果身边有这种人，离得越远越好。9. 眼带血丝，四白眼。四白眼指的是眼睛的瞳仁较小，四周有眼白露出，若是再加上眼球布满血丝的话，这种人属于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内心特别的物质，眼里只有自己和利益，从来不会在乎别人的死活，而且自我约束力非常的差，报复心特别的强。如果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不论过去多久，一旦逮到机会，就会立马无情地进行报复。个性挑剔，总是喜欢抓着别人的错误不放，自己做事缺乏大的理想和目标，尽量还是与这种人保持距离为好。10. 面带横肉，青筋露。所谓的面带横肉，指的是脸部有赘肉，若是再加上面部青筋暴露明显的话，整个人看上去就会特别的凶狠。这种人大多性格阴沉，给人一种非常难亲近之感，让人望而生畏，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与他们交往，人际关系非常的差，也没有什么朋友，做起事来也是心狠手辣，不顾后果，属于心肠特别狠辣绝情的一类人，胆子特别的大，如果不小心得罪了这种人，他们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所以还是不要与这种人打交道为好。11. 鬼齿。所谓的鬼齿，就是牙齿凌乱不堪，东倒西歪，猛一看还有几分吓人。拥有这种鬼齿的女人非常的奸诈狡快，喜欢搬弄是非，乱嚼舌根儿，平常说话也是言不由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样子，他们的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包括跟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是一样。长有鬼齿的女人脾气暴躁，性格刚烈，情绪变化快，容易冲动，有事没事还喜欢在背地里算计别人，并且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他们所做的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他们周围的人都有些不敢跟他们来往。12. 耳后见腮。我们这里说的耳后见腮，就是从一个人的正面看，腮帮子向两边翻起，从侧面看，腮骨高高很尖，并且向耳朵后面突出去。在面相学中来说，这种面相并非是好相，拥有此面相的女人是不值得深交和来往的，也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因为她们一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她们嫉妒心很强，见不得别人比她们好，不然他们就会使用阴谋诡计算计人家，导致人家遭受重大损失。假如你身边有这样面相的人，最好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时时刻刻地防备着他们。13. 眼尾沟圆。所谓的眼尾沟圆，也就是指眼睛的尾段，上眼皮和下眼皮相连的地方，
弧线像钩圆的形状，眼睛看起来很圆很灵活。有这样面相的女人，表面上看着很和善，对人谦卑有礼，可实际上她们颇有心机，喜欢打坏主意，使手段。她们脑子活络，反应很快。假如你跟她们正面接触，她们不敢正视你的眼睛，有些神情恍惚的话，那只能说明她们心里有鬼，阴险狡诈，坏事做尽。生活中，如果我们遇上了以上这些人，尽可能的不要与他们进行接触，否则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好了，嚼字与命运的关系，大家是否还记得赵本山的经典小品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的大活的出，不是大款就伙夫。从面相学角度来讲，这句台词还真有那么点可待研究。脖子在中国传统相学中称为颈或者项。古时候人以为脖子处于上接头下通身的特殊位置，又控制人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呀，脖子在相学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小视的。比如脖子正直丰隆光润的人大贵，脖子正直丰圆坚实的人大富，脖子丰圆皱叠如衣服的人有富也有寿登等等。今天小酱汁就为大家讲一下如何从一个人的脖子看出其运势的好坏，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脖子的宽厚，也就是指脖子从正面上看上去的粗细程度。脖子应以丰圆坚实为佳，也就是脖子要饱满圆润，肌肉结实，肤色以光亮润泽为佳。此类脖子的人在运途上会有不俗的表现，财运上呢也是极好的。事业也不用过于劳心劳力，甚至还会有不劳而获的可能，同时呢也会福及家人，进而也会有助于家运的旺盛。但如果过粗，则此人虽然有寿，但福分薄。反之，如果脖子过细，肌肉松弛的话，则运途相对难以十分通达，事业上呢也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磨砺。财运相对来说呢也是劳多功少，想要有突出的表现也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甚至会遭遇瓶颈而不能自拔等。同时脖子过细的人也容易出现消极的情绪，容易出现怨天尤人或者自暴自弃的不良情绪。二、脖子的长短，脖子的长短要看个人的胖瘦情况而定。如果身材较胖，则脖子可以稍微短一些；如果身材偏瘦，则脖子可以偏长一些，但不可过长，也就是肉多则包裹的也相对多一些的情况。此类的人做事较为顺心，机遇较多，贵人多助，事业呢也能较为顺畅，属于逐步稳中有升的情况。家庭圆满和美，能够获得家人、朋友、同事等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个人运途上呢也会表现得蒸蒸日上。反之如果身材偏胖，脖子也偏长，瘦人脖子还短的话，此类人做事呢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相对不顺或者阻滞也会较多，且容易出现与人争执矛盾，待人接物呢也要小心谨慎，小人是非也是较为多见的，需要谨防因他人之事而惹祸上身。同时脖子过长的人妒忌心也强，不利于人际关系。三、脖子的喉结，喉结是男性生理比较突出的表象，但无论是从面相还是体相上来说，过于露骨的情况都是不利的。所以说脖子上的喉结过于明显的话，也是一个败笔。所以针对较胖的人来说，如果喉结过大，则会更为不利。其不利主要表现在运途上，以至于经常出现困难和阻滞，烦心事儿呢也会相对较多，财运方面也会相对较差，容易招致破财和疾病血光的情况。针对相对较瘦的人来说呢，如果喉结过大，则也会有所滞破，诸事萧条，发展难以相继，运途呢也是坎坷较多，过于露骨的情况总会带给自身艰难的处境，越突兀则是越窘迫的情况。但如果脖子上没有喉结，或者喉结可以忽略不见的话，此类人相对在运途上呢也会较平坦顺利，即便遇到某些坎坷困阻，也能逐步迎刃而解，或者临难有救，财运上呢也会有不错的表现。四、脖子的经脉，经脉也就是脖子上的血管和支撑脖子运动的筋，血液是供养头部营养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如果血液过多暴露在皮肤表层，则此类人做事喜欢张扬且容易激动，很多情况下都很容易莽撞盲从，没头没脑。
但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呢，则也相对的不计小节，容易与人亲近，因此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接触。血管如果较为贴着皮肤，不是很明显的暴露在表层的话，则此类人做事比较细心认真，甚至会较为被动的情况下，不容易盲从激动，待人接物呢也非常的大方得体，甚至会有心机较多、想法较多的情况。5. 脖子的纹路。纹路就是脖子上的横纹，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正好在喉结之上，则说明孕途牵制，难以发迹，且有自困愁成之忧。如果脖子前面的横纹不在喉结上，则说明福气较高，但若横纹过多，以至于4、5条以上，且过于深暗，同样呢也是运数衰落的征兆，且身体健康较差，有力不从心之感。6. 脖子的仰倾，也就是脖子朝前倾还是朝后仰。如果脖子略微前倾，则此类人性格温和，做事相对的顺畅如意。如果脖子略微后仰，则此类人呢相对较为严厉，做事一板一眼，难以通融。如果过于前倾，则此类人心计较多，做事细致认真，但多劳，且有自卑自义之感。如果过于后仰，则此类人呢性格较弱或者凶悍。若脖子正中正直的人，虽然性格正直，但是稍显肤薄。7. 脖子的比例，也就是脖子与头身的比例情况。如果比例相迎匀称的话，运途较好是肯定的，事业上呢也能有较好的发展。若再能把握机遇，是非常容易做出成绩的。此类人性格较为稳定冷静，遇到突发状况时呢，也能够冷静的处理，也容易获得他人的信任。反之，脖子与头部比例失调过于明显的话，则各方面呢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还需要谨慎慢性疾病的侵扰，注意经济存续，谨慎入不敷出。8. 脖子的痣相，除了脖子的外观，不少人的脖子上也会长有痣，而脖子上的痣相位置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好坏。相书中说呀，脖子前有痣招小人，脖子后有痣有靠山，但因为具体位置不同，对命运的影响也不相同。接下来小酱汁就来了解一下脖子上痣的位置与命运的关系。1. 脖子正中有痣。脖子正中如果有吉痣的话，是一种吉利的象征，预示其人有富贵命，财运好。如果走仕途之路，将来有飞黄腾达的可能。但如果是恶痣的话，则富贵程度会大打折扣，而且其人为人高调，有钱了喜欢炫耀，容易给自己招来麻烦，需要特别注意。2. 脖子左侧有痣。脖子左侧有痣为不吉论，如果极致的话，预示其人头脑聪明，在艺术方面呢会有一定的天赋。如果为恶痣，则大凶，其人容易怀才不遇，处处受人打压，感情上也容易受到欺骗，生活不顺利。3. 脖子右侧有痣。脖子右侧有吉痣为享受财富之痣，即使自己本身没有多少钱，也会因为有人帮助，手里不缺钱花。如果为恶痣，则为人高调，爱显示自己，因此易招小人妒忌和算计，经常会为他人受苦。4. 脖子后面有痣。脖后为相，脖后面有痣有靠山，其人性格内敛，行事低调，有才不爱外露，遇事亦有贵人相助，在中年以后事业逐渐走向成功。女人脖后长有吉痣是旺夫的象征，这样的女人很聪明，相貌也美丽，可以帮助丈夫成就事业。不过假如痣长在脖后正中的话，则是一颗苦情痣，预示其人容易在感情上遭遇挫折，不过只要能够咬牙挺过，最终还是会获得好的姻缘，能够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总而言之，脖子歪斜、细小、弱视灯等都不是栋梁之才，很难有大的发展。瘢痕无状、色泽不洁等等，也是性情孤僻、反应迟钝之人。虽然远景而长显者，最终呢也是清贫。仅取歪斜者，究竟也是性毒。你的脖相如何呢？快结合小酱汁老师今天讲的内容看看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